大家好，我係布朗，我係卡卡。之前有片分享過，我哋兩個都係高敏人，仲要係唔同地方嘅高敏喎，所以日常生活我哋都會產生唔少摩擦。有時咧係真係超辛苦，即係唔係你逼爆我咧，就係我逼爆你㗎嘛。近年都好多人講高敏體質，有人話放下啦，放鬆啲就唔會高敏㗎啦。咁究竟高敏係一種敏感定只係心態問題呢？你有冇試過朋友隨口一句，你可以內耗足一日，瞓都瞓唔到呢？你有冇試過一去到人多嘅地方，成個人就開始攰，冇安全感，淨係想快啲走？你有冇試過俾你老公話你唔好咁敏感啦咁，但係其實你根本控制唔到噶嘛？你有冇試過俾你老婆催快啲啦，又諗，猶豫咁耐都唔做，但係你其實係想揾個最穩陣嘅做法？有冇試過當你認真講一樣嘢，對方就笑你冇咁嘅事啦，你諗太多啦？如果你聽完係不停點頭，甚至心諗吓根本就係講緊我，咁恭喜你，好大機會你都係高敏族 HSP 嘅一員。但係放心 ，HSP 唔係病，唔係缺陷，亦唔係你太脆弱，而係一種天生嘅神經系統特質。全世界大約有15至到20% 嘅人係有高敏嘅。換句話講，你唔孤單，至少我哋兩個同你一樣，完全明白你嘅感受。今日我哋會同你拆解高敏特質嘅秘密，仲會分享點樣令自己活得更加輕鬆、更加自在。呢條影片將會係你一趟認識自己嘅旅程，話唔定睇到最後，你會開始中意自己嘅高敏。咁乜嘢係高敏 HSP 呢？ HSP 全名係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高敏感族群。高敏唔係矯情，更加唔係太脆弱，而係天生大腦運作得比一般人更加精細、更加細膩。心理學家 Elaine Aron 提出咗一個 DOES 模型，簡單嚟講咧，高敏人有呢4大特質嘅。你聽下自己有幾多個特質咯？絕對係可以多過一個㗎。第一個 D 型。深度思考，諗嘢超級多啦，做事係會反覆去諗啦，買杯咖啡咧都可以糾結10分鐘，係諗緊糖分啊、咖啡因啊、價錢啊、環保問題啊。睇戲咧，其他人 focus 劇情噶嘛，咁你已經係可以開始係去諗人生哲理噶啦。優勢咧就係心思細密啦，分析力好強啦，可以比一般人更加睇得透成件事業嘅本質嘅。咁缺點咧就係容易 overthink 啦，猶豫不決啦，容易轉牛角尖啦，拖延不決啦。呢個 D 好明顯就係你啦。要諗清楚噶嘛。一件事咧係可以諗100層啊，即係無論大細啊，大事你都話要深思熟慮啫，即係少少嘢咧佢都係搞勁耐噶。我就覺得係好浪費時間啦，下下做嘢都好慢啦。人哋可能一日做到10樣嘢，我哋淨係做到3、4樣嘢啦。即係人生有幾多時間啫？我成日都話咧，即係而家啲時間好似流逝勁快噶嘛，眨下眼就一日啦。咁真係好快就死嗰日噶啦。咁有幾多時間俾你浪費呢？咁你小至好細嘅事，即係好似譬如啱啱我哋去朋友屋企食飯，你幫手整個梅子蒸排骨咁樣啦，醃下肉咧，你真係無啦啦停咗喎，呆喺度嗰隻喎。咁我哋個個問你做咩你？跟住我哋係咁同佢講，喂，你點啦？你就淨係喺度諗咯，都唔喐嘅咯。因為嗰個係大家都係第一次用嗰啲材料整，然後想食嗰個人佢自己都唔知嗰個味係咩味啊，佢淨係知道其中2樣材料喎。咁我就要諗啊，佢係要點樣嘅味咧？點樣醃咧？醃幾耐咧？個衞生程序係點咧？你個陌生環境係點樣做係最安全、最乾淨嘅咧？點樣係最慳手套、最慳水嘅咧？但係你就會唔俾時間我去諗，又唔俾我講咯。我真係好多嘢諗啊，係諗到瞓覺都係咁諗嘢㗎。係諗到失眠嘅。有人話你諗住個空白嘅畫面，咁你唔好諗嘢，咁就瞓到噶啦。但係我係諗咗個空白嘅畫面，呢個空白嘅畫面就會開始出現一個白色嘅白字，然之後一路會延伸繼續諗嘢落去。唔係會咁樣㗎，即係我自己都會咁㗎，但係我會不斷提自己咯，即係空白畫面，你諗完咗，你又翻嚟咯，你諗完咗啦，又提自己翻嚟咯，跟住咪繼續重複咯。諗咗無限宇宙出嚟啦，可以諗到呢個方法，我係真係用唔到啊！呢個仲有其實係都幾多時候咧，我講嘢係冇人明㗎。即係唔係話我下下分析都係啱，我又唔係未來人咁樣講預言咁樣嘅。但係有時例如我同你分析咗嘅嘢，你都係會唔明。之後到真係發生啦，你就叫我你下次講仔細啲啊。但係我一講咧，你又覺得太細喎，又嫌我長氣喎，同埋複雜咗件事喎。咁因為你呢個高敏同時都會令你容易 overthink 啊嘛。咁同埋當刻我真係唔覺得係咁啊嘛。唔係啊，你
第二個係 O 過度刺激，個腦袋好易 overload 嘅，尤其人多嘅地方咧就更加。人多嘅地方，商場、party、公司開會，你會好快就覺得攰。嘈雜嘅環境咧會令到你崩潰啊！太多資訊同選擇咧會令你壓力山大。優勢咧係對環境變化超敏感，適應力好強。缺點咧就係怕嘈、怕亂、容易攰。呢個 O 完全係我咯，我係勁容易攰啦，即係我係攰需要靜嘅時候咧，你就係會捉住我係咁講嘢咯，好多分析咯，咁我好容易就會俾你煩到我爆咯。同埋重點係我怕光、怕嘈、怕味咯，即係我眼耳鼻都係高敏嘅。一般人覺得好 OK 嘅環境咧，我係已經察覺到，哇個燈光太光啦，個音樂太嘈啦，側邊嗰個人哇噴到啲香水好勁啊，好辛苦啊，無數次因為外界嘅環境刺激到我頭痛到爆噶啦。最明顯嘅例子咧，就喺倫敦嘅 Tube 啦，因為成8年嗰啲地鐵咧，一過某啲隧道位咧係好嘈嘅，我係冇可能唔揞住耳仔嘅。但係成車人係冇反應㗎，我成日都會望下其他人咧係冇㗎。同埋好似喺琴日 cafe 食嘢嗰個 waiter 個臭汗味係超級濃烈㗎，對我嚟講係已經真係頂唔順咁臭㗎啦。但係我問你幾次，你都係話聞唔到㗎喎。我淨係聞到芝士奄列個芝士味咗。我最記得有一次咧，我搭車暈車浪啦，咁我去到目的地咧，我真係要直衝去廁所度嘔啊！跟住我嘔完，一索到廁所入邊嗰個香精味咧，好臭，再嘔，係好臭，好想走，但係我嘔緊又離開唔到個廁所。哇！呢次係真係經典啊！第三種係 E 情緒共鳴與共感，你嘅感受好深，身邊嘅人唔開心、心情低落，你會第一時間察覺到嘅，甚至係影響埋自己嘅心情，你可以比佢更加難過嘅。睇戲、聽音樂，你隨時感動到喊。優勢係你有超強嘅同理心，令你更加懂得去關心人，人際關係往往係更加深刻，適合做心理啊、藝術、療愈類嘅職業。缺點咧係你好容易受負能量影響，情緒波動好大，內心戲都特別多嘅。第四種咧係 S 細節敏感，你觀察力係超強，連朋友嘅語氣變咗你都會知嘅，一個微表情、一句説話嘅語氣變化，你都會察覺得到嘅。氣氛一唔對，你係即刻感受到，甚至感覺到壓力嘅。優勢係洞察力超強，超適合做創作、設計、心理學等等嘅工作。缺點係都係容易 overthink 啊，一個小動作都可以糾結成日嘅。一般人見朋友覺得對方一切正常，就會如常傾偈啦。但係 HSP 嘅 S 人咧，一見面就會察覺佢今日嘅語氣同平時低落啲嘅，笑容好似冇咁真誠喎。佢係咪心情唔好咧？或者係咪發生咗啲咩事啊？咁其實做 HSP 係咩感覺嘅咧？就好似一個電腦開咗100個視窗，不停咁運作，細節、情緒、環境資訊全部放大100倍咁樣。佢對聲音高敏啊嘛，但係我就係好多嘢講啊嘛，就好似養咗一隻24小時不停講嘢嘅鸚鵡咁啊，係咁就俾我嘈咗20年。HSP 既係天賦，亦係挑戰，攰唔攰呢？攰，但係同時我哋擁有一般人冇辦法體會嘅細膩度同埋感受力。咁我哋點樣可以做個輕鬆啲、自在啲嘅 HSP 高敏人呢？5大高敏生存指南，第一樣，容許自己獨處。HSP 需要獨處時間嚟充電，唔係唔合群，而係高敏電池係要時間去回復能量嘅。一般人覺得 chill 嘅 party 對 HSP 嚟講可能係精力大出血㗎啦，唔需要勉強自己融入，尊重自己需要空間嘅節奏。第二樣，避免過載。高敏嘅人點樣可以喺冇辦法控制嘅環境之下生存到呢？ HSP 咧唔係唔中意 social 啊，而係太多刺激令到我哋 overload 啊。咁譬如旅行啊、交通上面咧，你可以預備呢個降噪耳機啦，或者預備一啲白噪音嘅 app 啦，去降低環境雜音對我哋嘅影響啦。預備自己熟悉嘅氣味嘅香膏啊、香薰棒啊，
或者一啲香味紙巾啦，去減低呢啲陌生環境嗰啲臭味。工作場合或者公共場合咧，咁可以調整自己視線嘅焦點啦，專注喺自己範圍入邊嘅物件啦，同埋可以設定短暫離開嘅時刻啦，減低感官嘅負擔。呢啲的而且確係有用嘅，因為我都試過咧，以前公司開會咧，接收咗啲資訊之後咧，咁我就唔再望 PowerPoint，可能我會集中望住個天花板或者係合埋眼，咁我就好快可以俾到合適嘅建議出嚟，因為我減少咗其他資訊對我造成嘅負擔。仲有可以試下深呼吸法啦，例如4-7-8呼吸法，吸氣4秒，閉氣7秒，呼氣8秒。餐廳聚會商場，我哋就會揀邊位坐咯，避開人流集中嘅位置，例如靠牆位置，咁可以減少呢個視覺刺激啦。戴備太陽眼鏡啊、帽啊呢啲，降低刺眼燈光嘅影響啦。如果人太多咧，俾自己可以消失幾分鐘，例如去洗手間或者去戶外 reset 一下。環境未必由你控制到，但係你可以準備好避震嘅裝備去減少影響。面對諗太多，就試下咧用3秒決策法。高敏做決定咧係容易猶豫啊嘛，因為大腦佢自己自動運行深度分析模式係考慮太多細節啦。咁解決方法咧就係當你遇到好糾結嘅時候咧，就倒數3、2、1，決定。記住係冇完美嘅選擇，係只有適合當下嘅選擇嘅啫。第4樣，情緒共鳴要有過濾器。高敏人容易無意識咁吸收咗其他人嘅情緒，搞到自己好攰。當你開始感覺到負能量嘅時候咧，你就要問自己：呢個係我自己嘅情緒，定係我吸收咗其他人嘅情緒呢？支持人哋唔等於你要背負佢哋嘅所有情緒嘅。記住，你係可以同理對方，但同時都可以設界線去保護自己嘅。第5樣，學識運用自己嘅高敏，將佢變成我哋嘅超能力。HSP 咧天生係對細節啊、情感、環境變化好敏鋭噶嘛，呢啲特質咧就係一種優勢嚟嘅，都係好適合藝術、心理學、創作、設計、諮詢等等嘅工作嘅。用你敏鋭嘅觀察力成為最強嘅讀空氣大師。善用共感力去幫助其他人，但係唔使犧牲自己。高敏唔係弱點，而係我哋嘅天賦。有一次咧喺屋企度冇開門冇開窗，跟住佢突然間咧佢就話聞到山火味。隔咗幾個鐘之後啦，就真係新聞報有一個同我哋屋企距離都幾遠嘅地方發生緊山火。係咩？我唔記得喎。仲要係唔止一次係咁嘅，其實發生得山火你都知㗎啦嗰陣時係。以佢高敏嚟講，佢平時有氣味好臭，好濃烈，又會搞到頭痛，行過邊度都覺得臭咁樣，係好麻煩。但係在於生存嚟講，佢比起我呢啲冇高敏嘅人，佢係早好多知道有危險嘅，所以生存嚟講係真係一個好嘅優勢嘅天賦嚟嘅。咁我覺得你都係嘅，你諗好多嘢噶嘛，打疫苗嘅時期，即係你會睇好多資料，權衡好多嘢啦，咁你先至會再去決定打唔打疫苗噶嘛。嗰陣時見以往疫苗其實都需要一段唔短嘅時間去做測試先至推出嚟俾人打噶嘛。咁但係呢一次嘅疫苗有冇做足測試呢？有冇做足報告呢？咁當時你係好深思熟慮嘅，你真係即係覺得我哋都唔應該打住啦。當時咧你係會勸我啦，勸屋企人啦，勸身邊嘅認識嘅朋友啦，都會話即係寧願做足衞生啦，唔好打住啦，睇定啲先啦咁。因為即係你都想大家安全啊嘛。咁我記得有一次咧係有人問意見啦，佢問你咁我應唔應該打疫苗啊咁？咁你咧就答佢嗰陣時咧係甚至有人出嚟鬧你㗎，即係話你係影響咗人哋嘅決定啦，呢啲關乎到生命嘅決定，話你唔應該出咁多聲，應該由當事人自己決定翻嘅。咁但係然後咧有啲朋友打完咧係真係身體又出問題咯，所以高敏係真係唔好嘅嘢嚟嘅。我哋要記住，我哋唔係太脆弱，而係天生大腦比一般人嘅感知更加敏鋭。當你學識點樣用呢啲嘅特質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其實佢係超 powerful 啊！我哋可能成日都會聽到人哋講話，你諗太多啦，點解你成日咁容易攰㗎？咁即係甚至連我哋自己都會懷疑係咪我哋有問題咧？咁 HSP 咧係可能覺得自己同個世界係格格不入啦，甚至有孤獨感啦。如果你有頭先講嘅經歷，咁你絕對唔會係一個人咯。呢個世界對高敏人嚟講咧，確實係唔容易嘅。但係我哋要記住，你能夠感受到人哋會忽略嘅細節，你擁有更加深層次嘅情感共鳴，你嘅大腦天生具備超強嘅創造力同埋洞察力。高敏人咧有時係真係會覺得好攰，但係咧高敏絕對唔係一個缺點嚟㗎。當我哋能夠駕馭到佢咧，佢絕對係可以成為我哋最強嘅超能力。
你覺得自己最高文係邊一方面呢？快啲留言話俾我哋知啊！你身邊有冇人都係 HSP 高敏人呢？你哋覺得最辛苦嘅時刻係邊啲呢？都留言話俾我哋知啊！中意呢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 話俾我哋知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多嘅 topic，分享俾身邊嘅高敏朋友，等大家都知道高敏嘅我哋係一種天賦。我係布朗，我係卡卡，我哋下次再見。